开个直播玩一下啊。嗯，没有接力直播啊，就就就就就开个直播呗。那这么晚叫谁啊？不叫，他不在打，他们在打游戏不是吗？我刚刚在传照片，传那个这两天在那个名古屋演唱会的照片，真的太不容易了，真的，我也没想到会这么的不容易。首先呢，因为我的那个夸克的账号呢，用的是公司支援的手机号码注册的嘛，所以呢，就昨天就怎么也登不上去，然后公司的职员，然后也反正一直也他们也登不上去，然后后面就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一直到今天晚上，刚好我们演出结束之后，才把这个账号重新又登上去了之后呢，然后传照片呢，我不知道是日本的这个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好像是在日本这边，好像这个夸克这个网盘好像是用不了啊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我用 WiFi 什么样的，什么都传不上，怎么都传不上去，就一直就是传不上去，然后后面用自己的这个流量去传，流量传了之后呢，也是速度特别慢，所以刚才发了可能2天的照片，肯定有十几张吧十几张，我传了有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我手机就一直放那里传照片传照片。因为我试过用电脑传，怎么也传不上去。对，然后呢，答应了大家今天会给大家传照片嘛，就努力的啊，一直在传这个照片。气泡音怎么了？有气泡音吗？晚上我跟那个杨洋还有经纪人，还有那个杨洋妈妈一起吃饭，对，一起吃了饭，然后那我就喝了一杯啤酒而已啊，对啊，脸红也是刚才脸红，这会儿脸早就不红了，早就已经回来了。有可能啊，有可能我觉得是因为今天可能唱 Tempo 和 Pentage 的时候，可能唱太嗨了，这2首歌。特别是 Tempo 的时候，基本是非常对，非常努力地在唱，就可能对。然后今天可能用嗓过度吧。流量流量够用够用，不够用再充呗，有人充就是了。花点区一点小小流量，给你们传个照片怎么了，对吧？不重要不重要啊。那可不嘛，我们的围着你们就是要宠的，都是小公主们宠的，嗯。下次想染什么头发，我估计啊，这次染完之后应该就暂时会休息一段时间，就是它掉色掉成什么样就怎么样了。因为毕竟，哎呀，这都说不定啊，我可能临时会改想法。因为目前的可能因为你看我在韩国也染了，然后回到国内也染了，然后日本这一次也染了，然后对，就每次都染嘛，然后
就其实挺伤发质的。我现在头发发质变得特别的差，特别特别的差。所以呢，本来一开始就是这一次 BigBang 回归之前的发质其实还挺好的，对。然后这次回归，然后一直到演唱会，实在是染太多头发了，然后头发的发质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差，对，嗯。所以呢，可能会暂时会先保养一段时间，然后再说吧。感觉我困了，其实还好，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平时可能私底下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可能眼睛没有什么神呢，一直都是这样。平时就是眼睛都不想睁开这种，平时私底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到是我非常私底下的一个状态，把你们当自己人了，知道吗？不是微醺状态，我喝一杯啤酒又怎么了？一杯啤酒对我来说一什么事儿都不算，对呀。嗯哼。打什么游戏？我从来不打游戏的，啊，我从来不玩游戏，任何游戏对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真的。反正我电脑也都是 Apple 的电脑，苹果的电脑，根本打不了游戏。苹果电脑呢是生产力工具，嗯，是做很多这种专业的，比如说，做音乐啊、剪视频啊，这种时候啊，用的时候是最比较方便的一个工具，但绝对不是拿来打游戏的工具，因为打游戏真的特别烂，对。勇马标配，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是，你看，就是怎么说呢？苹果电脑，我觉得就是一个创造力工具，可以一直去创造特别多新的东西啊。也不是说 Windows 不可以啊，不是说 Windows 电脑不可以，但就是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会比较方便一些吧。对。至少你不会遇到什么，就是忘记保存，然后它就是忘记保存，然后突然死机，然后找不回来你之前做的东西这种事情。对，我特别怕这种事情。反正我现在我的电脑是完全不会。嗯，Queen's Cloud 呢，现在有几个计划了，对，没错，几个计划，嗯，好几个计划，对。我感觉，嗯，可能之后会有一大波的更新。对，我现在在慢慢攒着，慢慢攒着。对，都是大项目啊！我跟你讲，这一次攒着的都是大项目，就打算慢慢的，到时候开始发的时候呢，然后又可以发很久，然后不会断。毕竟因为最近是巡演比较重要嘛，所以呢，还是在认真的去
准备巡演的东西，然后拍的话呢，就有空就拍，有时间就拍，对。采访周杰伦吗？这么大？不，我还没有那么的厉害的采访杰伦哥，这个我也很想做，我非常想做，但采访他我也采访不出来什么问题啊，就变成一个小迷弟在旁边，就是一直听他讲话、听他唱歌，或者听他聊天这样。我感觉真的采访他的话，我的脑袋可能也会大脑一片空白了，我说不出来什么话。对，我也会很紧张，真的。人要有梦想，梦想当然有，当然有，这肯定有的，梦想肯定有的啊。我的梦想也是在越希望可以越做越大吧啊。和刘谦老师一起变魔术也是我的一个梦想，真的。对，跟姚琛一起去旅游的这个呢，有计划，有计划，安排上了已经，安排上了。然后，对，如果真的，哦，对，反正应该是，反正安排上了啊。去哪了这我就不说了，反正说实话，就算我不说，我感觉应该也是有些人应该就是通过这一种神秘的力量，他们会自己找出来。对，但我是希望就是，如果真的有些人可能知道的话，希望不要打扰我们，真的，我们就是只想好好的去拍一拍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拍一些这种好看的风景啊，两个人出去玩一玩，对。真的国内我有太多太多地方想去拍了，对。比如说，新疆我是真的是一直想去的，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一个时间和时间段。那还有什么，青甘大环线啊，还有什么敦煌啊，很多这种地方我都很想去。对，还有什么很多啊，西藏也想去。就是我喜欢去这种比较自然风景漂亮点的一些地方多一些。嗯，比起可能大城市，大城市我觉得会比较难一些，需要去慢慢去发掘它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美，但这个对会需要慢慢来。对，然后像这种大好的风景啊，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这种对其实很好拍。还有什么西安啊，然后去爬华山呐，这种我都很想去，全部的。那华山的那个什么，那个长空栈道啊，然后还有什么张家界有那个什么那个天梯啊，哇，那种我都超级想去，我跟你说，太多地方想去了啊。内蒙古，哎，对，内蒙古想去。慢慢来嘛，这个 Queen's Cloud 又不是说只做今年就不做了，我觉得这一次我会把这个一直努力的去做下去，对，嗯，当然这只是一个爱好，顺便做一下而已，啊，不是把它当我真的不是把 Queen's Cloud 当做是一个工作在做的一个事情，真的是就是，嗯，自己在自己在
放松的同时，享受这个世界给我带来治愈的同时，然后去把这些治愈去分享给你们。这个主要是，哎，我拍 Queen's Cloud 一个很有动力的一个点吧。对，我我已经很久没有犯鼻炎了，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好了还是怎么样的。对，真的还好，我现在没有鼻炎。不知道，但不知道到了冬天或是会怎么样，反正目前还好。盲盒的形式啊，盲盒的形式其实说实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比如说，你看我像之前在韩国拍的那个，一开始本来这一季的 Queen's Club 就想做成这样一个盲盒的形式，然后结果呢发现呢，你抽到的地方不一定是你最想去的那个地方。对，就比如说杨洋那个江原道的杨洋，我说实话我已经去过太多太多次了，真的，就是真的去了太多次了，然后所以就真的我反而去了，我不知道拍什么东西。所以呢，还是比如说真的是自己最想去的几个地方，先去给它完成，然后以后呢再说盲盒也来得及啊，来得及。反正呢，现在不一定咱们国内对海外也可以拍一拍，对，就反正就有时间就拍一拍，多拍一拍，对，这挺好玩的。然后我的设备也是一直在一直在更新，嗯，哎，真的就是从前有一句话，从前有一句话叫什么？叫玩摄影穷三代，有个这种话，你知道吗？真的。这个东西就是停不下来的，这个东西真的，一旦开始了就很难停下来。又买了啥？我这个最近又订了一个什么新的一个机器啊，有订一个什么新的机器，对，但还没发。嗯嗯哼，我饿吗？我不饿。我不饿。我刚刚吃完饭回来。没错，订了新的耳返。嗯，为什么又定新的耳返呢？本来其实之前的耳返，我觉得音质方面什么都没什么问题，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因为我的第一副耳返和第二副耳返都是我用的它那个耳膜啊，就是我以前定制那个耳膜都是，我那个时候18年的时候的耳膜，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呢，我不知道是耳朵越来越大了还是怎么样，就反正就耳返就塞不紧，就每次
就是舞台的时候，就一直需要用手去这样去给它去给它压紧压紧，就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然后就觉得在舞台上面其实很不方便，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就去重新量了耳朵的这个大小，然后去做了耳膜，然后重新用新的耳膜，然后去重新要去定制了一副耳返。然后就这一次在这个名古屋的演唱会上也是第一次用，然后到目前为止，哎，真的挺好的，对。然后我不知道长大了，就是耳朵变大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戴着不舒服、不紧，你知道吗？因为你在舞台上，你那个耳返一定要就是要很紧，就是然后它一个不容易掉，然后再一个就是它要隔绝掉很多外面的音响的声音啊。就是大家的，比如说你们有的时候你们在看舞台的时候，那么尖叫声的话是进得来的，但是呢，很怕就是舞台的音响那贝斯的声音这样一起进来，鼓的声音一起进来的话，那种就会就特别影响舞台，然后就你不知道哪一个拍子是正确的，就很容易，特别是比如说你在主舞台的话，其实是还好的，但是呢，你如果走到了就是延伸舞台的地方，那种地方呢，就是最容易出现就是拍子会很混乱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必须得耳返很紧，然后你才能听清楚耳返里面的音乐，才不会有延迟怎么样这样那样的，对，比较专业的话，对。演唱会戒断了怎么办？是戒断了还是无法戒断呢？等一下，不能戒断，无法戒断。嗯，看完了走不出来，嗯，那再来看呗。反正我们哎，是不是马上那个什么，在国内现在是选了哪里啊？选了哈尔滨，还有杭州，还有上海，对，现在还有就是内地，还有这3场，对，然后还有好多城市呢，好多城市还要去呢，嗯。啊，对，还有关于这个什么福建的问题啊，福建的问题，说实话，我觉得我觉得可以讲一下的是，就是，呃，公司最开始在列这个去哪里演出的时候是有福建的，但是呢，嗯，因为我看到好像很多人有误会，就是说是跟什么就可能是审批没审下来，但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福建可能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场馆，包括比如说合作的这个那个什么承办公司，承办公司呢，他们就是没有合适的场馆，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去顺利的举行，对。反正我知道是这么个情况啊，但我相信只要他们努力，我们努力，总有一天可以开到福建的。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说，哎呀，来福建，福建，福建，我也很想去啊，我当然我比谁都想去，对。我最想去的就是去福建开演唱会，对。但然后这样的话，我家里人就是我的对这些家长啊，我家长啊，还有就是一些亲戚啊，就是都可以来看。因为我说实话，我的亲戚们，我的家人们都是从我出去以前，从我小时候真的都对我特别好。然后，
包括我出去之后，然后有什么困难啊，就平时都会在家人群里面给我发一些安慰的话啊，什么这样的，他们知道的话都会这样会给我说一些鼓励的话。对，我觉得我算是很幸福的一点，就是就是生长在一个就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面，所以呢，我觉得，对，所以我是比谁都想去福建开演唱会，然后可以把这些爱我的家人们都把他们带来，然后给他们看演唱会这样。其实之前也有啦，一巡的时候我也有邀请一些，比如说我的姨姨们啊，我的妈妈的姐姐们呐，还有一些我的兄弟姐妹们啊，虽然不是亲生的，但都是什么表哥啊、堂哥啊、堂姐、堂弟啊，这样都会把他们邀请来看，对。什么有什么有啊？北方这次不是会去哈尔滨吗？够北了吧，对吧？东北已经很北了吧，哈尔滨是不是？为什么北京在最后？因为是咱们的首都呀，首都开末场其实也是有一种意义在，不是吗？就像去年的北京是首场，然后今年的北京是末场，这不是也有很深刻的意义在里面吗？反正呢，哎呀，这个演唱会呢，也不是说开完这次以后就不开了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地方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然后去找大家啊，大家就耐心的稍微的等待一下啊，没关系。26年还要看二巡，那26年说不定都3巡了呢，干嘛还要看二巡啊？是吧？二巡你看今年巡完了，明年3巡又准备新的舞台，又准备新的这个歌单，什么样这样的，又一直要有这样的新鲜感嘛，对不对？但我没有说明年会开3巡，又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要说我说了明年开3巡，我没有说过这个话啊，我说假如，OK，嗯。因为我自己是在梦，明年可以开3巡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嘴巴有点干，喝点啥呢？喝点啥呢？哎呀，看一看啊，哦，冰箱里还有我买的这个还没喝呢。哦，我明明今天没有要打扫房间，为什么？看什么？啊，OK，就是说吧，喝一个果冻。我来，我来这里，我每次来日本，我要买这个喝。
我真的真的真的特别喜欢吃果冻。嗯，什么味道的？葡萄味的。这个，我今天演唱会上没讲，我早上去演唱会的场地的时候，我就吃了一个这个，然后午饭也没吃，然后上台前就吃了这个，还吃了什么？还吃了，为什么没印象？啊，还有洋洋妈妈送的那个凤梨酥，吃了2个。还有什么？啊，然后没了，然后就上台了。对，上完台下台之后，然后晚上就去吃肉。不是，我真的，我以前应该也讲过，我上台之前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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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欢吃饭。我不喜欢在舞台上那种肚子很饱的感觉，我就喜欢有那种饥饿感。但不是说，肚子里面完全没东西，就是会稍微的吃一点点就是东西，然后稍微的垫一下，但我不会那个，不会吃饭，不会吃很多饭，也不会吃特别油腻的东西，或者是重口味的东西，就一定要，这种比较轻松一点的东西。比如说你吃一个那种三明治可能会吃，啊，吃一个面包可能会吃，然后吃一个果冻，对。反正肚子是有东西的，但不会有太多。我看到一个好烂的梗，什么三明人吃三明治，真的好烂的梗呢，真的。其实最近怎么说，就上次那个深圳结束之后，我们不是集体的，就是算是食物中毒吧。然后那一次之后，我连续喝了几天的粥，喝了粥之后自然就瘦下来了，因为真的是没有食欲，吃不了任何的东西，然后自然的喝粥就瘦瘦瘦瘦瘦，就一直瘦瘦瘦，对。然后后面慢慢恢复了也还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食欲，就正常饮食，对，就不用吃很多，就不会去吃很多东西，这样。到底吃了什么？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们那天其实应该是，可能是除了Ten 的家人不在，是几家人聚的最齐的一次。就可能 Ten 的家人比较可惜，这次没有来到深圳，但其他的我们4家人那次全部到了。全部到了。然后呢，我们那天就是反正找了一个饭店，然后吃饭。去的时间也比较晚了，很晚的一个时间，比较晚的一个情况，演唱会结束之后嘛。然后去了之后呢，可能因为它是一个以海鲜为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饭店，所以呢，可能自然就剩下的菜也不是很多了。然后包括本来想点什么鸡呀、鸭呀，就是这种肉类的基本没有了，只有海鲜。然后呢，就点了海鲜啦，就点了非常非常多的海鲜，然后什么样各种各样的海鲜都有。但是呢，我们后面复盘了一下，是吃了什么东西导致大家这么的难受？可能就是有一道菜是一个鱼，但是呢，那个鱼呢，我那天吃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是这种广东这边比较一个独特的一个吃法啊。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一种是
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鱼，但它是已经清蒸好的，还是怎么做的，还是就是放水里面捞了一下的。然后呢，这个鱼呢，它上来的时候它就是凉的，它不是热的，不像我们平时吃的就清蒸鱼啊都是热的嘛，但它上来的时候就是凉的，它是熟的，不是鱼生，它是熟的。我们那天没有一道菜是生的菜，全是熟的菜。是有这么一道菜吧，对不对？我不知道是清水鱼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这么一道鱼，然后它是凉的。然后呢，它要蘸用那个鱼肉呢，它是给就是你要蘸酱吃的这样的一道菜。对，反正呢，那天就是吃了，那天好像我们后面复盘了，就是那天只要吃了这道菜的人呢，到后面都有从小到大不良的反应，然后有的就基本上都去医院了，就是这样。嗯。然后呢，因为我爸妈刚好是那天根本就没有吃那道菜，因为我爸妈就本来就是对海鲜就还好，而且像我老爸以前喜欢钓鱼，他看到这种凉的鱼，他可能自己也不吃的不大习惯，所以他没吃，我爸妈都没吃，所以呢，他们俩就一点事都没有。哦，就那天好像没吃那道菜的人呢，都好像没有什么事儿。那好像就是吃了那道菜的，就是他反应的时间都不同，我是第一个出现反应的。我那天吃完了之后，呃，隔天早上我就突然间我开始难受，肚子痛醒来了，痛醒了。痛醒了之后，然后我以为就是可能就是就是可能吃坏肚子了，然后就是去解决了一下。解决完之后呢，我发现肚子还是很痛。还是很痛，然后我本来想继续睡，后面痛到啊不行，睡不行，然后我又去又去上厕所，然后结果呢，就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就讲的这个啊，讲的稍微的那个就是可爱一点啊，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啊，可以，然后呢，但是呢，你的肚子还是很痛，还是很痛。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不行了，我不行了。然后我那个时候还本来就是可能用那个美团，我点了药，点了那个，我应该想到应该就是肠胃炎。然后我想了，因为我平时也没有肠胃炎，但这个症状应该就是肠胃炎。嗯，然后我就去美团上面点了那个肠胃炎的药，点了药过来呢，吃了之后呢，我本来想，哎呀，过30分钟应该就好了吧，应该可以稍微缓解一点吧。然后后面结果呢，吃了那个药之后呢，就越来越难受，越来越难受，就越来越就反正这个胃痛是完全没有缓解的，就是胃痉挛，就感觉你那个胃是扭在一起那样，你知道吗？那种一个感受。然后就那我后面实在不行了，然后我就又是肚子痛，然后又去上厕所，然后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突然间吐了。哦，因为我没有吃任何的东西，早上起来，然后我就吐了之后，因为我就早上起来就喝了水，一直喝水，一直喝水，又去吃药，然后又喝水，然后吐了，然后一直吐水，一直吐，然后后面哇不行了，我太难受了，话也是说不了，然后走也走不动，然后赶快去跟经纪人讲，然后去医院。对，然后去了医院，然后急诊也是，马上去了急诊，然后马上就给我挂瓶，挂了3瓶，然后打针，打屁股针也打了1针，然后还肚子上贴了一个什么那种中药的什么东西，那种止痛贴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然后这样到晚上稍微有缓解了，一直到了第二天还会有非常偶尔的一个这个痉挛的这种感觉，但肯定是比一开始好了，所以就慢慢的这样，然后一直喝粥，然后慢慢就好了，就这样。反正就是把我们真的我们所有人全部都基本上去了一趟医院，然后我们因为那一天当天有我，然后还有我们的几个经纪人，然后还有
还有肖俊 Henry，然后对，我们那天我们这5个人去医院，然后我们去同一家医院，然后医院然后看到，哦，刚才来医院的这个来刮屏的经纪人又带了新的人来了，然后大概我们也跟他讲了一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是什么，包括在哪里吃的，然后医院说 OK，我们知道了，我们会去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的，然后对，是这么个情况。医院会去反映这些问题的，对。反正据我所知，就是那天晚上可能有，那天晚上我们整桌人应该有20多个人吧，我估计有一半，有2/3的人都难受了，真的不夸张的说，有2/3的人那天晚上都有从大到小不同的反应。但是呢，好在大家现在恢复的都挺好的，没有就是落下什么病根啊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当天是最难受的，然后隔天一下就好了，就这样，嗯，这么个情况。还好是在我们演唱会，就是南京演唱会之前，大家都好的差不多了。如果是真的是我无法想象，真的是在演唱会，然后你突然胃痉挛这样，那真的是非常很痛苦的一个事情，你知道吗？我真的无法想象，还好，真的还好啊。你们不要想象在舞台上肚子痛，你们不要想象，不要去联想那个画面，好不好？你们啊，不要去联想啊，爱豆不会上厕所的啊，我们不会上厕所的啊，我们从来不上厕所，笑死掉。好了，不要去想象了，不要去想象了啊，就这样吧，换个话题，换个话题，换个话题。换个什么话题呢？嗯，Cookie 最近怎么样？Cookie 挺好的啊，这么跟你们说吧，就我上次也在泡泡里面也讲了嘛，就是平时我这样出差不在的时候呢，宿舍阿姨会帮忙照顾一下，然后我自己呢也会找那种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阿姨会上门去帮我去给 Cookie 就是换水呀，就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宿舍阿姨不在的时候，我就会找这个阿姨去帮忙换水呀，然后打扫厕所呀，然后喂它吃罐头啊，这样那样的，然后陪它玩啊这样那样的，对。所以呢，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每次这样，比如说出去的时间，可能出去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像2、3天，你不要说长再长了，再长的话，我可能会把它送酒店。然后像这种2、3天、几天的情况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回去它就先会这样跑出来，跑出来之后，然后我说 Cookie，我这样叫它 Cookie，然后就喵，就是这样叫，然后就是那种
你去哪了？你这个死鬼！就这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一直在你脚旁边转来转去，然后一直蹭你，一直蹭你。然后呢，我坐在沙发上了，马上就跳上来，就钻到我怀里面，这样。对，真的很可爱。我下次给你们发一个视频，就是因为我已经预想到了，我回去的时候，它会那种一边跑一边喵喵喵喵，这样跑出来，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我那天就在进门之前，我已经打开手机，打开摄像，然后一进门，Cookie Cookie，他就从大老远就听到他就是一边跑过来，然后那个声音喵，就那断断续续的那种，特别特别可爱，真的。但那个时候还还小，可能才几个月的时候，真的，以后有机会发给你们看。嗯，下辈子投胎做猫，不行。嗯，它其实它怎么说呢？它粘人，但它的粘人的这个方式呢，可能跟 Leon 会有点不同。Leon 呢是一直想跟你挨在一块，想一直就是挨着你，干什么呢？就是身体一定要靠着你。Leon 的话，但 Cookie 呢，它是，怎么说呢？它会一直会在你旁边，哪怕是不管是趴在床上还是在地上，它会一直在你身边啊。然后呢，你主动去摸它，它就会不爽，然后就跑掉。然后跑掉之后呢，你不理它一会儿，它自己又会过来，慢慢的、慢悠悠的过来，在我旁边。一定要在我的就是我要在它的视线范围内，我不管去干嘛，它都一定会跟着。哦，我上厕所洗澡的时候，它现在都是会在厕所门口，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厕所门口一出来的时候，就是我的电脑桌嘛，我电脑桌然后有个那个椅子嘛，那个椅子那每次我一洗澡的时候，它就会趴在那个椅子上面等。哦，感觉就是那种在监视我的感觉怎么样的。然后比如说我平时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就是在电脑面前工作的时候，他就一开始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在旁边，就是自己在那趴着在睡觉啊干嘛的，然后睡着睡着突然起来，然后伸个懒腰，然后又慢慢的跑到你旁边来，喵，那样叫一下，哦，怎么了，Cookie，Cookie，又怎么了？然后他就会两只手搭在你的腿上，两只手站起来搭在你的腿上，然后用头那样蹭着，然后我说怎么了，Cookie？然后他就一直蹭，然后我说要不要上来？要不要上来？我这样看着他，要不要上来？这样拍一下自己的胸前肚子上这边，然后就会准备然后屁股扭一扭，扭一扭，扭一扭，然后就跳到我身上来。跳到我身上来之后呢，摸摸，不到1分钟他就烦了，他就走了，就这样，就这样。就有的就是小猫咪，可能就是会就一直这样赖在你的怀里啊，就是一直那种当你的暖宝宝一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啊，它就是上来蹭你两下，然后你摸它两下，摸着摸着，然后那个牙齿就这样，我用这只手摸它的，它就牙齿就搭在你的手上，然后它不会真咬，它就是牙齿搭在那里，然后我就知道，看到它尾巴在那一晃一晃的，我就知道，好了，不耐烦了。然后你只要把手就是离开它，它马上就走掉。啊，它就这样。这是猫咪的一种防沉迷的机制吗？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哦，就是它是这么样一个性格。嗯。
Cookie，他我觉得他变胖应该比较难。对，他就是怎么说，他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体型，不算太瘦，也不会太胖，因为他自己平时真的不怎么吃东西，嘴被养刁了，只吃罐头。真的，他只吃罐头，然后罐头呢，我又不可能，所以比如说有的时候一天在外面练习练习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会有那个自动喂食机会给他放一点那个饲料，放点那个猫粮给他吃，就是不吃啊，他知道你会回来，你会给我喂罐头，他就是不吃啊，他就是怎么样都不吃。但比如说我这样有的时候出去出差了，他好像知道我去出差了，知道我去出差了，好像没人给他喂罐头了，他就会去很主动的去吃那个猫粮，他就是这么的，我不知道这个叫聪明还是叫什么的，你知道吗？我感觉就是有点宠坏了，你知道吗？这个小 cookie 真的不是他，而且不是饿到了去吃那个猫粮，他会准时的，他有几个时间点他会去吃，你知道吗？他不是饿到去吃猫粮，真的他是，我就很鸡贼的，我跟你说他。反正呢，他这个已经就这么样了，就这么大了，这个性格也定了，哎，就这样吧，挺好的。反正他平时，嗯，也是给我带来很多很好的一些情绪，很治愈，对，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挺好的。OK，行了，我要去洗澡了，我这还没洗澡呢，我这刚刚吃完饭回来，导照片搞了1个多小时啊，这下还没洗澡，你看我头发发胶的还有很多的还没洗掉，赶快得把这个发胶洗掉，不然太伤头发了。我们是个绿色直播，拜托，哎，怎么还有人就是说什么直播这那，这怎么回事儿？这么多年了，哎，还这样，哎。好了，就这样了，你们早点睡觉啊，时间也不早了。明天星期一哦，星期一哦，明天是星期一，呃，加油，拜拜，晚安，星期一加油，fighting，拜拜。